我是 Stella， 这次回到好久不见的劳工权益主题啦。之前影片有提到说，有这些情况就可以离职了，也答应说要详细的解释求职陷阱啊，我没有忘记啦。今天就来说明几个面试前、面试时、刚录取时会遇到的。就本频道是一条龙服务，有没有？面试前先去经济部的网站 study 一下要面试的公司营业项目为何，应征补习班，结果登记是做保险的，这样不是很奇怪吗？再来查询公司是不是有正式登记可是有也不能完全安心哦。像我之前发的股票诈骗群组影片一样，有登记的公司一样可以大喇喇的犯法，这样只是说你知道出事以后可以告谁而已。接着就来到面试啦，面试时你可能会发现，怎么跟我想要面试的工作内容不太一样啊？薪资地点怎么都不是原本的征才资讯啊？当下怀疑是不是自己面试太多记错了？但这时赶快保存证据下来征才网址也好，截图也好，因为很有可能公司已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条第2项第1款，雇主招募或雇用员工不得为不实之广告或揭示，可罚30万到150万，那就是向劳动部或当地的劳工局检举。不过要注意的是，公司呢提供的资讯是要在重要事项上有一定程度的误导，还有足以误导相当人数的人，这种小小的文字漏洞就不包含在内咯。那这边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当下多观察，看看呢公司的环境同事的工作状况情况不对也不用担心，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就赶快闪人。好，困难重重的度过了面试环节后，那接下来录取啦，开始呢要签署劳动合约，这边呢要注意3大项违约金、最低服务年限，还有离职后的竞业条款。那个就是工作内容交代不清的，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什么你负责的工作内容我们日后再商量，那个绝对有问题，不用考虑了，不要签下去。好，那先讲违约金。劳基法第26条只有一句话，雇主不得预扣劳工工资作为违约金或者是补偿费用。很明显呢，我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雇主不得以违约金的名义来预扣劳工工资。之后呢，比较详细的关于雇主呢订定违约金条款，就是要注意合理性。关于民法第247之1条像是有没有违约金过高的情形，例如说打破盘子赔1万块。这到底是我被当盘子还是我打破盘子？再来是最低服务年限，那大家详细的可以去看劳基法第15条，因为这个我念完都不知道就是猴年马月了。主要是说雇主必须要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第一个，曾给予专业培训并负担培训费用；第二个，用合理补偿来换取最低服务年限的要求。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能随意的规范要在公司服务几年才能离职。如果有这项规定，必须要有补偿或者是有支出费用的专业培训。举例来说，某专业工程师被规定说要在公司服务4年才能离职，但是作为补偿，每月呢有加薪1万，那这样就可以哦。再来是离职后的竞业条款，那限定这个的目的很明显嘛，就是怕员工离职以后将机密资料带到敌营去。但当然这前提呢，就是要目的正当，然后限制合理，还有劳工会获得相对应的补偿，就跟刚刚的最低服务年限一样。例如说每月加薪这样子。那详细规范就是可以看劳基法第9之1条。好，那以上就是比较容易遗漏但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他很明显有问题的，例如说你要签本票才能上班这种，不要觉得我举这个例子很夸张好不好？之前 FB 上面不是都会征什么打字小帮手这诈骗其实也是同个道理哦，因为他要你先付定金才能工作那这不是一样意思吗？ OK，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简单来说，找工作会遇到的相关法条就是就业服务法和劳基法。那多数的问题往这2个法条去找，都可以找到大部分的答案。
就业服务法跟求职隐私、不实广告、就业歧视等等，比较有关。劳基法跟劳动契约有关，包含你的工作内容你的工资薪水等等。抓住以上要点之后，遇到问题比较好找资料。今天就讲到这里啦，很实用，就推荐给你的朋友吧。别忘了按赞、订阅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